柳小姐，柳小姐，柳小姐。当时房门是反锁的，而且窗户呢也是紧闭的，基本我们可以排除入室杀人的可能。根据现场的勘查情况来看，初步判断死者系自杀。樊督察，这是旅店的经理，尸体是他发现的。你好。门是你开的？对对对。柳林让我们早上7点钟叫醒他，可当时已经7点半了，他还没起来，所以我就开门进来了。门是反锁的？对对，门是反锁的。就这么报。是。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没事。哎呀，你看你真是出什么事了？他呀偷肉吃，你看把头发都撩着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头发都焦了，你还欺负我？不听话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什么了？我解开密室了。密室？密室跟烧头发有什么关系啊？密室？对，法捕房那边认为柳林小姐是自杀的原因。就是因为案发现场是一个门窗紧闭的密室，而且造成了柳林小姐一个人在这个房间内的假象。但是事实并非如此，我已经找出了这个密室形成的方法和凶手逃离的方式，足以能够证明柳小姐绝对是被人谋杀的。太好了，罗小姐，看来我没有选错人。首先，正如王先生所说，柳小姐是绝对没有自杀动机的。当然没有。其次，悬挂着柳小姐尸体下方的这个凳子，看似是自杀时踢倒的，但是这个凳子实际上被踢倒之后，应该是这样的：四脚朝天。因为这个凳子头重脚轻，可是现场看上去，这个凳子是这样摆放的，它的位置和角度都很不合理。王先生，据我所了解，柳林小姐应该是一个很严谨而注重细节的人，对吧？是啊，她几乎是个完美主义者。一个追求完美的作家，在他结束自己一生的时候，他会把自己心爱的钢笔掉在地上，而不在意吗？还有，最重要的一点，这个凶手他是如何制造这个密室的呢？其实，他就用了一个很小的道具——沉香炉。凶手先把柳林小姐打晕，然后吊死在这根绳子之上，最后从窗户逃离。他将一根小小的头发拴在了这个沉香炉和那个窗栓之间，当香炉里的香烧断了头发，插销就自然的落下，密室就这样形成了。其实是一个很简单而又巧妙的方法。分析得很透彻，而且非常精彩，就是还有一点没有解释到位。那既然凶手处心积虑布置了这个自杀现场，悄悄离开不就好了吗？只要等到服务员打扫房间的时候，自然会发现那具尸体，干嘛还要点什么早餐呢？这不多此一举吗？其实这是凶手用的一个很小的伎俩，他想混淆柳林小姐死亡的时间，让我们误以为她是在点完早餐之后再自杀的。现在我就去法捕房告诉他们，柳林根本就不是自杀。王先生，请您先别急。怎么？王先生，我们只解决了这个密室的结构，现在呢可以肯定柳林小姐绝非是自杀，但谁才是凶手呢？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查出头绪来，所以无论如何，请你再多给我们些时间。那好吧，希望你们尽快破案，告慰柳林。
你们那天晚上聊了那么长时间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柳林的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？珍珠项链，这我倒是没注意。我终于知道柳林小姐为什么对你有这么大的兴趣了。你的确很特别。以后要是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，我一定配合。一定会有的。今天这么早下班了？徐科长今天放我提前下班。找我有事啊？那天你请我去喝了酒，今天我想回请你，怎么样？还是去乔英酒吧？好啊。上车。你知道王维俊死了的消息吗？啊？是吗？从现场来看，他是自杀。不是我迷信，上次我就说过，这部电影好像遭到了什么诅咒，总会有人要死。你跟王维俊也有一面之缘，我想带你去他家里拜祭一下。这接连的命案发生，我们却把酒言欢，多少有点不太好，还是去拜祭一下吧。好啊，反正离酒吧也不远。什么侦查手段都要会一点，麻烦你把门关上。柳林没有完成他的作品，而王维俊年纪轻轻的就自我了断。你说他会因为柳林的死而自杀吗？很有可能，因为他搞的这种工作容易钻牛角尖儿。可能是走到什么死胡同里了吧？那你太不了解王维俊了。他的研究对象是反对自杀的，所以受其影响，他是绝对不会自杀的。你看过这本书就会明白。言下之意，罗侦探认为是他杀了。有什么证据线索吗？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查情况来看，凶手在杀了王维俊之后，留下了重要的痕迹。首先，他伪造了王维俊的遗书。哦。虽然表面上看，王维俊的遗书都是他的字迹，可是并不是常人连贯书写而成的，而是一个字一个字的临摹。凶手通过伪造王维俊遗书的手法，制造了王维俊自杀的假象，同时又将柳林的死嫁祸给他。随后他精心制造了这个密室。你看那个气窗，看是不是很狭小？是，的确很小，够不了人。所以凶手就大大方方地拿了钥匙，从这个门逃了出去，然后把门关上，再从气窗把钥匙送进来，之后钥匙就落在了这个桌子里。罗侦探分析得十分精彩。那么现在有罪犯的线索了吗？罪犯就在这个屋子里。
这简直太荒谬了啊！你知道，我和王维俊只有一面之缘，甚至都不算认识，我怎么可能杀他？我来跟你玩一个游戏，一个猜拳的游戏。如果我猜赢了，你就承认你是凶手；如果我猜输了的话，我请你喝酒，赔礼道歉。可是来这儿的路上，罗侦探说是来祭拜，现在又要做游戏。如果我找到真正的凶手，王维俊的在天之灵才能够得到安慰，而且嫁祸在他身上的杀柳林的罪行也能够得到洗清。好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你不许慢出。石头剪刀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猜拳都是用右手的。石头剪刀布。这就证明我是凶手了。你猜，我怎么知道你一定出拳头呢？这是柳林珍珠项链的其中一颗，你就是用柳林的珍珠项链来引诱王维俊的，然后杀了他。你回去之后发现只有27颗珠子，所以刚才你在地上看到这颗时候，你自然就把它捡了起来。你要不是凶手，你没有必要去捡它，你也没有必要隐藏。罗侦探果然名不虚传，明察秋毫，连一粒小小的珠子都不放。来，收好你的物证。你数一下，一共28个。这串南海珍珠价值连城，我可不想再加上一个盗窃的罪名。